好的嘛，今天是给大伙带来一个傲剑狂刀，也是想当年街机厅当中非常牛叉的一个国风的格斗游戏啊，来自于我们的 IGS 公司。那这个游戏呢，不用多说，大家伙都了解啊。这个独孤残呢，是很多人都知道啊，菜鸟也好，还是大神也好，都喜欢用的一个角色。当然，这个独孤残呢，当然咱们这个游戏有很多限定招不能用。所以说呢，比如像这个抠地啊，不能用啊，就是不能连续用2次等等啊，这个咱们大家伙都了解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咱们打电脑都无所谓。操作者呢是悟空，也是整个这个平台啊，从这个平台到现在为止啊，应该说2011年开始就开始活跃在这个平台上的高手，什么游戏呢都比较精通。当然呢，可能也没有那么特别精通啊，有个别游戏呢他也是玩的比较好。那这次呢，悟空呢是给大伙打的这个傲剑狂刀。最高难度的一个速通啊，只用了12分钟多吧啊，不是还是13分钟啊，就直接通关了。当然，独孤残呢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这个游戏啊，你懂的。独孤残这个游戏啊，就确实是啊，不，独孤残去了。这个傲剑狂刀这个游戏确实是国风比较有意思，它的剧情也挺好啊，包括很多人知道什么西域双怪呀啊，包括是什么大 boss 啊、幕后黑手啊之类的。当然，这里面呢，我跟大家伙讲一下，因为搞的是速通，所以说用的招呢啊，非常的赖到呢，让你觉得就是这不是玩赖吗？就是跟那个特瑞无限连撞一样。但是事实上呢，你们可能也不太会啊。这个 BC 扎地，然后连起来之后呢，它不像咱们那种所谓的连击，很多人认为那个招是无限连，就是先是一个转，然后一个升龙挑起来，然后再转再挑。其实那招呢，并不是无限连击，它只能连到某特定的某段，然后同时呢，有很多人呢是连不了的，比如像刚才那个。有的特定人物啊，你是不能通过这个招进行连招的啊，就是比较你懂的啊。这里面不是段延庆啊，段延庆的那个他这个独孤残他的腿是没有的啊，段延庆是有腿，只不过是残了啊，只不过是不好使而已。这个独孤残啊是双刀，他的通关结局是他收了一个徒弟啊，双刀也是非常厉害。好，可以看到这里面呢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是叫秦虎还是叫太虎。泰森的弟弟叫太虎是吗？好了，97的话呢，到时候有比赛啊，小狼会大家伙做的这个人物，我小时候最喜欢，因为无论他是防热也好，还是连招也好，都比较好连。这个游戏就是你防他的这个血量呢，也会磨得非常多，所以说呢，新手呢非常喜欢用这种像独孤残这样的人。当然呢，还有很多人喜欢用什么龙吟风，因为它可以在空中啊无限的飞。但是那个对于速通来讲啊，速通就是独孤残啊，就不要想别的，知道吧？好，这里面2个独孤残，独孤残的话呢，它的这个连击呢也是连不了几段，但是这里面要抠的话是肯定的，挑起来，然后呢2段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在空中有一个强制性的这么一个取消。挑好啊，这一下有一点小的失误，不过不要紧，1、2、3、4一个转，然后再挑上来，然后直接挑死。你看你相反啊，有一些人呢就会挺难的。你像最后那个狂魔啊，最后那个大 boss 啊，那个人呢简直就精神病啊，他可以无限制空。咱们这里面你看有的人制空啊，像拳皇97里的猴子啊，就是那还能理解啊，对吧？还能理解。这里面最后那个 boss 的精神病啊，那个他都不讲武德，你知道吗？最后那个 boss， 好，我们看看，跳起来，直接一个必杀，这是应该能打满连的，直接就秒掉了啊！这个必杀，如果你要打满连的话呢，伤害还是非常可观的。同时呢，其实如果按照这个蓝能量的这个也可以啊，直接就是 CD 啊，让那个 ABCD 这种连击，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好了，这个鬼冢克。这里面其实，正常的话，剑是龙吟风，刀是诸葛熊啊，这2个人才是有点那种诸葛熊也是残，只有一只手啊。就这里面我发现有的时候有点借鉴于香港那个电影叫《残缺》，也是整个这个电影史上啊一个非常另类的电影啊。这个国外很多人都了解这个《残缺》这个电影，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？就是说一帮那个啊，有的人是眼睛瞎了，有的人是。腿瘸了，有的人是少一只胳膊之类的啊，就是什么听力不好使等等，就他这个设定的非常好。好了，我们看看，挑起来，这里面独孤残其实肯定不是主角，独孤残呢，个人感觉呢，长得那个样呢，还是略微啊有点吓人，就是一些就他除了招式非常帅之外啊，感觉就没有人愿意选，而且非常绿，长得像绿巨人，当然还有点瘦。好。
好，我们看看司徒灵，这个是大伙儿非常喜欢啊。这个人怎么说呢？因为他实在是太大了啊，实在是太大了，真的非常饱满。而且他的脸呢还是少女脸，有点像天神童姥变年轻的时候。哎，我不知道大伙儿懂不懂我说的意思。然后还是那个蒙古包那种感觉啊，就非常大白腿啊，这真的是我实话实说啊。一个游戏呢必须有几个因素，首先呢要有萝莉，而且要有一个大胸的妹子，而且呢还要有什么呢？有小孩啊，有老人啊，还要有一个大胖子，就必须我跟你说，但凡是游戏必须要有这些因素啊，没有是不行的，知道吧啊？好，看看撩起来。哎呦，这招其实有点浪费时间了，一顿磨调起来之后，电脑一般不会反击啊。这里面好一个直接的 BCD 怒气，这个 BCD 呢，如果再按一下呢，会有一个大招释放啊。这个大招呢，好，对，就是这招。好，抠地可以接，非常漂亮。但它这个 BCD 咱们直接就放出来啊，电脑傻的，崩完了之后不放啊，老嘚了。好，阴阳判官加神算子，神算子也是另类的玩法啊。好像刷分的话，用神算子刷可能是比较好。但是呢，这个游戏刷分挺嘚的，不像咱们想象中那种刷分啊，这个它没有那种刷分的方式，所以说挺难的这个刷分。阴阳判官呢，也是在民间的比赛啊，很多人都喜欢用啊，包括像什么金轮童子啊，都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禁手，就像拳皇97不允许连撞，不允许什么无限连击啊，什么浮空啊，这个游戏也是有很多的。其实很多民间的格斗游戏啊，包括什么双截龙格斗啊，什么月华剑士啊，都是有很多群体，但是由于呢有很多 bug 吧，所以说导致呢，加上这个游戏玩的不是很多，所以说再好玩的游戏啊，没办法，它不能更新呢，没办法。好了，这里面还挑了一下，然后再取消，出了一个蓝能量的必杀，然后跳到最近处接上一个红能量的必杀，但是好像是接满了，血量不是很多啊。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天生防御力不一样，比如说像那个97里面的这个大蛇啊，陈国汉啊，他就防御力比较高。那如果说是比利，就是拿棍子那个猴子或者一些女性角色啊，防御力非常低。好，普陀使者加毒无残，这里面呢有一个主人物，一个副人物。咱们这里面呢要说一下啊，什么叫主人物、副人物呢？是这样的，这个主人物吧，它是你主选的，然后呢，副人物呢，你可以不用，也可以配合使用，但是呢，在咱们单人通关的时候呢，最后呢，还是要跟自己的第二个人物呢，两个人单挑一下啊，所以说也是一个彩蛋嘛，让你玩，但你只能是玩到那个隐藏剧情了，如果你中途输了一把的话，你就见不到最后那个大 boss， 大家伙知道吧？所以说真正的速通呢，一定要是打满才可以的，你不打满的话不算速通，这样的话就比较难受。好，这里面打这个普陀使者，他们有用抠地那种连招吗？好，反挑直接练必杀，跳起来反正手啊是必杀的，直接秒掉。用必杀打死之后呢，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东西。好，我们看看西域双怪，这个呢就是如果一般菜鸟的话，打到这里呢就是所谓的最后一个 boss 了。但事实上呢，它并不是最后的 boss 啊。这个西域双怪呢，其实还是比较面。你想想看，像咱们这个大神啊，就是这个悟空，他的玩法呢，就是我磨其实都可以磨死你。这关的 boss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难的啊。而且这个如果大家伙玩的话，一般街机厅调的难度都是普通难度啊，比这个困难难度还要更简单一点。咱们就跳起来反摇手，这招就是非常变态的。抠，哎呀，这个运气不好，这样又浪费了好几秒钟的时间。不过最后还是给他磨死了。好，看看，喂，这听，调起来，切换邪母就不要说那个老头变态的。好的，一定前错，那个招其实也是连招了啊，在比赛当中其实也可以用的，打血不多，有很多。喂，这一下难受了，你看这个血量啊，说句实话啊，还是比较伤的。转起来一个挑，再人。好，直接一手 BCD 爆气，我们看看是不是要推过去，漂亮，抠地。他这个推过去这招啊，感觉独孤残呢，他这招是非常帅，有点像电穿。好了，久仰独孤残，久仰，哪里啊！以不败之身过关斩将，大家果然不愧其名。老夫酒后这样的高手多时了。这个不是老夫，我告诉你，他变态的，他很高科技，他有点像漫威里面那个征服者康一样啊，坐个椅子，非常变态啊。哎，人家征服者康也是，他还感觉像坐个椅子似的。你看，这哥们儿可以浮空啊，玄幻了这小子啊。不过呢，在
绝对的这个打电脑套路面前呢，咱们打他还是比较赖的啊。就是，但是如果是咱们菜鸟跟他玩，你会被他打的脑瓜子嗡嗡的，真的，你被他打的连自己爹笑啥都不知道了。好，直接扣死。一般来讲呢，这个你们有没有一种错觉啊？就是这个 boss 啊，就是格斗游戏第一局的时候呢，还是稍微的简单一点，一旦到第二局，这个电脑就变得比较赖了。那我的意思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错觉啊？就各种游戏都是。但是呢，对于高手来说，你管你赖不赖的，就是干，你就是懒闲子啊。好，我们看看悟空呢，最后干倒之后再一扣挑起来，直接搂死。10分钟啊，兄弟们。10分钟30秒就通关了，这也太快了！10分钟30秒，但事实上呢不是，因为咱们最后呢还要跟那个自己的副角色还要再打一下，然后副角色呢果然非常猥琐的选了一个这个秦虎啊，选了一个秦虎太虎，因为这个人打起来比较简单一些。如果你要选一个非常难打的人，多嘚啊，对吧？咱们打他的话呢，速度还是蛮快的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呢也算是通关时间嘛。那如果你不打他的话，是吧？那也不行了，是不是啊？真正的打死千幻邪魔呢，只用了10分钟30秒啊，10分半钟时间就给打死了。这里面还是要用2回合搞定他。这最后的通关时间呢，应该是不到12分钟就能通关，好厉害的啊！好，一个扣。这是你为什么要选这样的队友？就是就是有一种那样的感觉啊，就是有的人选队友呢，就是选那种就是。有的人喜欢选那个能厉害的，有人喜欢选这个怎么样，但是还有一种人喜欢选一些笨的。到时候呢，真正抢到武林绝学或者抢到宝藏的时候，两个人在对抗的时候呢，自己稍微轻松一点，有点像那个电影是吧？啊，就是那个赤裸特工一样。好，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侠客行。这里面它的这个原型大家伙都知道。那既然说这句话了，原型是谁我就不多说了啊。在最后呢，也是感谢我们的悟空给大伙表演了这么一个非常精彩的视频。在片尾通关呢，你看，师傅您真的要退出江湖。独孤残收了一个徒弟，江湖中没有永远的朋友或者敌人啊，江湖险，人心更险，你可要牢记在心。是，徒儿知道。但是呢，独孤残退出了舞台，而呢，独孤残的徒弟就非常厉害了啊。独孤北走星宿海，星宿老仙明洪武年间，这么一算的话呢，那是元朝末年的，是吧？元朝末年的故事啊，这个他徒弟起来的时候都是洪武年间了啊，非常狠。好了，傲剑狂刀，其实这个游戏呢，我个人觉得啊，作为国产的格斗游戏还是非常高质量了啊，真的不错的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小狼解说，可以点击评论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。我们下期再见。